提到西行取經，可能所有人第一個想到的都是唐玄奘，但有這麼一位僧人，他西行取經的時間呢，比玄奘還要早200多年，而且他甚至是在花甲之年才走進了荒无人烟的沙漠，翻越了万年冰川，游歷了差不多30多個國家，用了整整14年才把經書從天竺帶回漢地。他就是法顯。那这10幾年裡，他經歷了怎樣的磨難呢？今天我們就翻開他留下的這本《佛國記》，聽聽他西行求法的故事。在1600多年前的東晉時代，當時的平陽郡舞陽縣，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臨汾一帶，有一戶姓龔的普通人家。這家人原本有3個兒子，可不幸的是沒有一個能平安長大的，全都在7、8歲的時候就夭折了。後來又有了第4個兒子，可是這小孩的父親看着這個小兒子並沒有半點的喜悅，就擔心他也會像之前的哥哥們一樣，於是在這個小兒子3歲的時候，就把他送到了附近的一個寺廟裡，當了個小沙彌。這個小孩也就是後來的法顯。說來也是奇怪，小法顯到了寺廟後一直都是平平安安的，可是有一年他的父親就把他接了回來，打算讓他在家裡住上一陣子。結果剛到家沒幾天，他就生了一場病，甚至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狀態。他的父親也是沒別的辦法，就趕緊把他送回了寺廟裡。但是僅僅過了1個晚上，法顯的病就神奇的好了。而在經歷了這場劫難之後呢，法顯就決定遠離世俗，再也不離開寺院了。可是這就苦了法顯的母親，他的母親又不能每天都往寺廟裡面跑，想要見兒子一面就變得非常困難。為了能見到兒子，就在寺廟的外面搭了個簡陋的小屋子住了下來，然後每天都守在門外，就為了法顯偶爾出來的時候能看上一眼。幾年後，到了法顯10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去世了，然後法顯的叔父就來到這個寺廟裡跟他說，現在你爹不在了，你娘孤苦伶仃的一個人，連個依靠也沒有，還俗跟我回去吧，給你娘養老送終，為公家傳宗接代，這才是你該幹的正事兒。這話站在世俗的角度啊，說的是句句在理。但是《高僧傳》裡記載，10歲的法顯非常平靜地對叔父說：“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這意思是說，叔叔啊，我留在寺廟裡出家，並不是因為我有一個父親在家裡可以替我照顧母親，所以我才敢出家。我出家的真正原因，其實是我看破了世俗，我發自內心的想要遠離這些煩惱，所以我才步入佛門的。如今父親雖然去世了，但這並不能改變我向佛求法的真心。叔父聽完這話後也是無奈地搖了搖頭，就放棄了勸他還俗的念頭。而不久之後，法顯的母親也去世了。10來歲的法顯親自操辦了母親的喪事，盡了他在世俗中最後的孝道。到了法顯20歲的時候，正式的受了具足戒，成為了一名真正的比丘僧。成年後的法顯，史書上形容他是智行明敏，以軌整肅。就是說他立志高遠，然後還非常聰明，而且對於佛門的規矩和禮儀遵守的是一絲不苟。但是他越是深入的學習佛法，越是感覺到痛苦，因為當時的中原地區佛教雖然已經傳入了幾百年，但一直處於一個非常尷尬和混亂的狀態。當時流傳的佛經呢，很多都是早期的西域胡僧口耳相傳的，或者是僅憑記憶翻譯過來的殘篇佛經，特別是關於出家人應該怎麼守規矩、怎麼修行的律藏，也就是佛教的行為規範，那更是殘缺的一塌糊涂。所以他每次翻開那些殘缺的經書，每次看到僧人們因為不懂規矩而違反戒律，就非常的心痛。他知道如果不把完整的戒律從佛祖的故鄉帶回來的話，那所有的修行到最後都是一場空。於是他就有了一個瘋狂的念頭，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去一趟天竺，把最完整最纯正的戒律和佛经给带回来。公元399年，已经60多歲的法顯與慧景、道整、慧應和慧維4位僧人一起從長安出發，踏上了西去取經的道路。剛走出長安後，他們就遭遇了嚴重的地方戰亂。為了躲避戰火，他們就在附近的樹林裡度過了整個夏天。這也是佛門裡說的下座，為了是不踩踏草木蟲蟻，也是為了避開外面的這個兵荒馬亂。等戰亂稍微平息一些呢，他們就繼續往前走，來到了張掖鎮。結果到了張掖，發現更是混亂，這裡到處都在打仗，道路也完全被封死了。
根本就走不通。張掖當地的首領看他們可憐又非常敬重這些出家人，就把他們強行留下来給他們做檀樂，也就是當施主，就是強行的供養他们。被困在張掖的这段时间里，法显也并没有失去斗志，反而是在这里又遇到了另外一批志同道合的僧人，他们也有去西方取经的想法。于是这支原本就只有5个人的小队伍，瞬间就壮大到了10幾個人。之後他們在張掖又熬過了一個漫長的夏作，這時候前方的道路也通暢了一些，法顯和這些僧人們就繼續趕路。他們穿過了荒野，來到了古絲綢之路上最著名的邊關重鎮敦煌。敦煌太守李浩非常欽佩法顯這幫人的勇氣，就給他們提供了充足的糧食和補給品。因為再往前走就是被稱為死亡之海的沙河了，也就是今天的羅布泊。關於沙河的描述，法顯是這樣記載的：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便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之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而這裡面最可怕的就是根本找不到路，也沒有什麼參照物，他們唯一能用來認路的標誌就是偶爾能踩到了那些以前死在這片沙漠裡的商旅的白骨，因為只要是路上出現了白骨，就說明了這條路曾經有人走過，也就是一條正確的路。就在這些白骨的引導下，他們在這片沙河裡整整走了17天，1500多里路。17天後，他們的眼前終於出現了一座城市的輪廓，那就是西域的鄯善國，也就是之前非常有名的那個樓蘭古國所在的地方。法顯在《佛國記》裡也寫到，這個地方的土地非常崎嶇，而且十分貧瘠。當地老百姓穿的衣服呢，款式跟中原地區的差不多，但是材質卻不一樣。他們穿的都是用獸毛擀成的氈子和粗布，以此用來抵禦嚴寒和風沙。但讓法顯感到欣慰的是，這裡的國王也信奉佛法，還非常的虔誠。法顯呢，還發現這裡不僅信奉佛教的人非常多，而且他們所遵守的規矩和修行的方法呢，全都是天竺的法則。他們學習的經文和使用的語言也全都是天竺的，這就意味着法顯距離他要尋找的真理啊，是越來越近了。法顯和同伴們在鄯善國休整了1個月後，就再次啟程，繼續向西北方向前行。15天後，他們來到了燕夷國。當時燕夷國的這些僧人啊，知道法顯是從中原地區過來的，就覺得中原來的僧人戒律不全，修行也不正規，所以根本就不拿正眼看他們，不把他們當成正規的僧人，也不讓參加他們的僧團活動，甚至還會遭到排擠。對於僧人們來說，這種精神上的委屈可能比肉體上的折磨更加痛苦。好在法顯在這裡遇到了一個叫福公孫的人，給了他們非常大的幫助，讓他們能暫時的住在燕夷國。可是這隊伍裡就有幾名僧人實在受不了這種窩囊氣，加上盤纏也快用完了，這幾個人就決定往回走，想辦法去籌集一些路費再繼續。而這幾人的離去也讓法顯有了顧慮，這西行之路才剛開了個頭，就已經有人離開了，以後的路還很長，到底有多少人能走到最後呢？但是法顯和其他的僧人沒有退縮，休整了2個月後呢，他們就繼續向西方前進。接下來的這段路，法顯在《佛國記》裡只用了1句話來形容：路中無居民，沙行艱難，所經之苦，人力莫比。這意思就是他們在這段路上所經歷的痛苦和折磨，已經超出了人類所能理解的極限了。更何況此時的法顯已經60多歲了，但也是蒼天不負苦心人。1個月後，他們終於走出了這片荒無人煙的地方，來到了今天新疆和田一帶的於田國。這剛到了於田國，他們就見識到了什麼才是真正的規矩。這裡全國上下都信奉佛法，出家人更是數以萬計，而且大多數都是學習的大乘佛教。這裡的國王對遠道而來的法顯團隊也是非常的尊敬，把他們安置在當地最大的寺院裡。剛住進寺院，他們就被震撼到了。這座寺廟裡整整住了3000多名僧人。到了開飯的時候，隨着尖錘的敲擊聲，3000多名僧人是齊刷刷地走進飯堂，然後按照長幼尊卑的順序依次坐好。整個過程中呢，幾千名僧人竟然沒有一個開口說話的，甚至連碗筷碰撞的聲音都沒有。如果僧人們需要添飯加菜，那就用手輕輕比劃來示意。
法顯看到這種場面，心想這就是他一直在尋求的規矩，這才是出家人該有的樣子。後來法顯的3個同伴召集趕路，就先行出發前往羯叉國。而法顯為了能夠親眼目睹於田國1年1度盛大的形象大典，就決定在這裡停留3個月。這個盛典從每年4月1日開始，連續舉辦14天，每天都有一座大寺廟拉着一輛放着佛像的巨大花車在城裡遊行。當這輛花車快到城門的時候，國王也會摘下王冠，對佛像頂禮膜拜，而城樓上的王后和宮女們也會灑下花雨。看完了這場盛大的形象大典後呢，法顯也知道這片樂土不屬於他，他的使命還在更遠的地方。他辭別了於田國，繼續向着未知的雪山前進。在子和國與於輝國休整之後，法顯在羯叉國追上了之前先走一步的同伴們，而接下來他們要面對的其實才是真正的絕境。因為從這裡開始，他們就要翻越蔥嶺，穿越那些被當地人稱為雪山的萬年冰川了。而此時願意與法顯同行的，也只剩下了慧景和道整2人。蔥嶺這個地方是常年積雪，氣候特別的惡劣，因為古人無法用科學來解釋這種極端天氣，就認為這茫茫雪山之中盤踞着可怕的惡龍，如果不小心惹怒了惡龍，他們就會瞬間吐出狂風，下起暴雪。可以說，要是遇到這種暴風雪的天氣，那是必死無疑。但是法顯的團隊比較幸運，沒有遇到暴風雪，但也是非常艱難的在雪山中走了1個多月，才翻過了主峰，進入到了北天竺的境內。但是前方雪山的餘脈卻更加危險，這裡的山就像被斧頭劈開一樣，直上直下的，而山的下面就是印度河。其中有一段根本就不能算是路，是以前經過這裡的人就在崖壁上凿出了石孔，然後再釘上木樁，形成了木梯。他們就踩着這些木梯像壁虎一樣的貼着山體爬行，而這樣的木梯有700多個。這剛爬完絕壁又要過河，峽谷裡的河面大約有80步寬，水流也是非常的急。河面上也沒有橋，只有幾根粗大的纜繩懸空橫跨在河面上，他們就只能踩着這些纜繩晃晃悠悠的去到对岸。而這種溜索橋，他們也一共走過了10幾處。法顯也在他的書裡寫下了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就是說當年漢朝的探險家張騫，還有後來奉命出使大秦的甘英都不敢來到這裡，而法顯呢，一個60多歲的老僧人，卻有勇氣闖過這片絕境之地。他們來到北天竺後，也遊歷了一些地方，但是大自然對人類的考驗從來都是殘酷的。在後來翻一座小雪山的時候，隊伍中慧景的體能已經到了極限，而此時又毫無徵兆地颳起了寒風，這嚴寒讓慧景的身體瞬間失溫，直接就倒在了雪地裡。法顯看到，趕緊過去想把他拉起來，可此時的慧景已經再也站不起來了。他用最後的力氣對法顯說：“我亦不復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意思就是你們不要管我，趁着現在還能走，你們趕快離開這裡，絕不能為了我大家一起死在這雪山裡。然後就閉上了眼睛。法顯抱着慧景逐漸冰冷的身體，悲痛的邊哭邊說：“本來我們約好了一起把經書帶回中原，現在你卻止步在了這裡，我卻毫無辦法，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吧。”慧景死後，法顯的身邊也只剩下道整一個人了。他們倆安頓好慧景的遺體後，擦乾了眼淚，重新站了起來，迎着風雪翻過了雪山，終於來到了他朝思暮想的聖地——佛陀的家鄉天竺。法顯來到天竺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算去靈鷲山，去佛陀當年講經的地方朝拜。他就跟當地的僧人打聽路線，可是當地僧人聽到他要去靈鷲山，就連连擺手，就勸他別去了，說那個地方路特別難走，更可怕的是山裡有很多黑獅子，經常有人被吃掉。法顯卻說：“我不在乎我能活多久，我歷盡千辛萬苦才來到這裡，不能因為那幾頭獅子就讓我半途而廢。”僧人們知道是攔不住了，也擔心他的安全，就派了2名年輕的僧人護送他去上山。可是他們剛走到山裡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護送法顯的2名僧人呢，是越來越害怕，掉頭就跑，就把法顯一個人留在了深山裡。而法顯也沒有責怪他們，反而覺得這樣更清靜。他就獨自一個人摸索着，找到了當年佛陀坐禪的石窟，虔誠的跪拜。可就在這時候啊，遠處的林子裡悄无聲息地走出來了3隻黑獅子。
他們蹲坐在法顯的面前，死死地盯着這個乾瘦的老人。法顯面對這3頭凶猛的野獸也沒慌張，他就平靜地開始念誦經文。他還伸出了手，輕輕地摸着獅子的腦袋，說：你們要是想吃掉我，那就耐心地等我把經文念完。如果你們不是来吃我的，只是考驗我求法的決心，那麼現在考驗已经結束，你们可以回去了。這3隻獅子就像聽懂了法顯的話一樣，過了一小會兒就轉身向樹林裡面走，消失在了黑夜裡。法顯也重新跪在石窟前，點起了長明燈，然後在石窟前念了一整夜的經文。天亮離開靈鹫山後，法顯終於來到了此行最終的目的地摩羯提國。他也終於看到了幻想過無數次的佛學盛況。這裡的百姓富裕快樂，沒有什麼束縛，想留就留，想走就走，也沒有苛捐雜稅，政治制度也非常的寬鬆。更重要的是，他終於在巴連福邑的一座大乘佛教寺院裡看到了一部完整的摩訶僧祇律。可是這些經書並不是能隨便拿走的，所以為了能把這個經書帶回去，已經70歲的法顯花了3年的時間，從學習梵文開始，不僅抄錄了戒律，還有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檀心以及方等尼還經等多部非常珍貴的經典，都完完整整的抄錄了下来。在這期間呢，陪他走到天竺的最後一個同伴道者也要離開他了，因為看到這裡的盛況，在對比中原地區的戰亂和出家人的處境，道者就決定留在天竺不回去了。其實法顯何嘗不想留在這裡呢？更何況他此時已經是快70歲的老年人了，但是他的心裡裝着的可不只有自己的修行。他在佛國記裡寫着：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就是說，我的本心就是要把這完整的戒律帶回去，讓中原的佛教能夠正本清源，讓漢地的出家人也能有規矩可守。既然道整要留在這裡，那我就一個人回去吧。這來時已經是歷經了千辛萬苦，如今70歲高齡的法顯想要一個人原路返回，那幾乎是必死無疑了。於是他就打算以海路的方式回到中原。他就順着恆河到了出海口，搭上了一艘商船，來到了獅子國，也就是今天的斯里蘭卡，就在這裡的一座寺廟裡住了下來。有一天他去參拜一尊青玉佛像的時候，就看到供桌上有一把非常普通的白絹扇，他一眼就認出來這是家鄉的東西。再回想這一路走來，身邊的人死的死，散的散，如今在這異國他鄉只剩下自己，當場就哭了出來。書裡面記載了8個字：不覺淒然，淚下滿目。2年後，法顯也終於踏上了回家的路程，但他萬萬沒想到，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上，卻有着比沙漠和雪山更恐怖的考驗。法顯呢，在獅子國搭乘了一艘載了200多人的大商船，為了防止意外，這艘船的後面還拖着一艘小船，這樣遇到緊急情況還有個逃生的退路。剛出海的前2天還是風平浪靜的，法顯就站在甲板上，心裡可能還在盤算着，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到這個長安了吧。可是沒過幾天，他們就遭遇了狂風巨浪，白色的浪像小山一樣砸向木船，船體也發出了斷裂聲，海水就順着裂縫灌進船艙裡，所有的人腦子裡就一個念頭，就是逃命。他們想到了船尾逃生用的小船，就推搡着往上面跳。可是這小船哪裡能裝得下這麼多人？那些先上船的人就割斷了繩子，隨着海流飄走了。大船上的人為了自救，就把船上那些值錢的貨物往海裡面扔，然後來減輕大船的重量。法顯當時也是非常害怕，但是他並不是真的怕死，而是怕這些紅了眼的商人衝過來，把他的經書和佛像也扔進海裡。他就在角落裡死死地抱着佛經和佛像，一邊念誦菩薩的名號，一邊說：我遠行求法，願威神歸流，得道所指。意思就是我從很遠的地方過來求取佛法，不為名利，只求保佑這些經書能平平安安地抵達中原。可能是他的虔誠感動了上天，也可能这艘船的質量確實夠好，在海上漂了13天後呢，竟然奇蹟般的漂到了一個小島上，修補好漏水的地方呢，就繼續上路了。又是提心吊膽的航行了90天，這艘船抵達了今天印尼爪哇島一帶。法顯在這裡等了大概5個月，就搭乘了一艘去廣東的這個商船。這次航行了1個多月後，有一天的夜裡，海上突然就颳起了風暴。
法顯也像上次一樣端坐在角落，死死地抱着佛經和佛像，念誦着菩薩的名號。大船在狂風中掙扎了一夜，可算是平安地撐到了天亮。但是船上的一些婆羅門商人們卻認為是法顯這個和尚觸怒了海神，帶來了厄運，才這麼倒霉的遇到了風暴，就要把法顯扔到海裡面。说着就有幾個人就怒氣冲冲地挽起袖子，準備強行動手。就在這時候，一位一直幫助法顯的漢商站在了他的身前，就對這群商人說：你們要是敢把這位僧人推下去，就連我也一起扔下去吧，只要我能回到中原，我一定去向皇帝告发你们。我們皇帝可是非常尊敬出家人的，到時候你們絕對是死罪。商人們聽到這些話也是不敢再生是非，就都散開了。法顯也算是躲過一劫，可是這躲得過人禍天災還沒結束，船又在風暴裡徹底迷失了方向。本來50天的航程，他們卻在海上漂了70多天，吃的喝的也都全沒了。每一個人每天只能分到少量水，這眼看着所有人都要渴死在海上。船員和商人們一商量，就決定孤注一擲，調轉船頭往西北方前進。又是12天的生死煎熬，他們終於看到了陸地。當他們上岸後，法顯一眼就看到了岸邊長着一種普通的野菜，他也是老淚縱橫，終於是回到漢地了。可是這裡雖然是漢地，卻看不到一個人，也沒有村莊。有人就說估計是還沒到廣州，有人說可能是早就錯過廣州，開到別的地方去了。為了弄清楚這到底是哪兒，他們找了一艘小船，沿着水流前進，想要找人問問。後來遇到2個獵人，一打聽才知道這裡根本不是廣州，而是山東青州的嶗山一帶。商人們一聽真的到了漢地，就激動地把身上僅有的一些財物給了獵人，然後又派了幾個人跟着獵人去給太守報信兒。太守李儀也是個信仰佛教的官員，聽說有個高僧歷經9死1生，帶着真經從海上回來，簡直是不敢相信，就親自帶人跑到海邊，用最隆重的禮儀把法顯接回了城裡。故事到這裡，法顯這場長達14年的旅行也畫上了句號。在《佛國記》的最後，他做了一個極其平淡的總結：法顯發長安，6年到中國，停6年，還3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30國。再後來，法顯南下，來到了當時的國都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在道場寺裡和一些其他的高僧，把他拿命換回來的100萬餘字的經典翻譯成了漢文，補全了漢地佛學的短板，也讓漢地佛教有了完整的戒律。公元422年，86歲的法顯安詳的圓寂在荊州的一座寺廟裡，走完了他不可思議的傳奇一生。這就是法顯和佛國記的故事。感謝您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次再見。